19岁女孩收到100万巨款，汇款人自称是她失散多年的父亲，但不久以后，这个幸运的女孩却被发现死在了废弃的农场里。今天为你带来孤儿院的女孩。在俄罗斯的南部有一个边陲小镇叫罗索什，安娜斯塔西亚·科尔根就生活在这里。她出生于2001年，她的母亲独自抚养她。这里虽然是她的家乡，却没有任何亲人能够帮助这个单亲家庭。即便生活很艰难，阿纳斯塔西亚的母亲依然非常善良，在小镇里有很好的名声。阿纳斯塔西亚受到母亲的熏陶，从小也是一个非常可爱善良的女孩。可惜好景不长，2010年的时候，她的母亲去世了，而阿纳斯塔西亚只有9岁。她的亲人里没人愿意接管这个孩子，社会服务部门也找不到阿纳斯塔西亚的亲生父亲，于是她被陌生人强行带出了家，送入了孤儿院。从此以后，她必须适应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环境。不过孤儿院的负责人说，这个女孩比其他的孩子更容易对付。在孤儿院里，阿纳斯塔西亚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。她的老师回忆起她说，她就像一束光，经常照顾年幼的孩子，还常常把自己的零食分享给他们。同时，阿纳斯塔西亚也遇到了自己的爱人安德烈·波波夫，他也是在孤儿院里长大。阿纳斯塔西亚形容自己的男友是一个好人，两个人在一起规划共同的未来。阿纳斯塔西亚与孤儿院的其他孩子不一样，她的成绩非常优异，考入了沃罗涅日国立大学。在未来，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小学教师，因为她很喜欢孩子。不过没有家人能赞助她读书，为了能够完成学业，她必须在咖啡馆里做服务生，赚到自己的生活费。安德烈也决定支持自己的女友，他放弃了学业，成为了一名推销员。两个年轻人只有19岁，他们离开了孤儿院，在城市的角落里过着平静和节俭的生活。但这一切很快就被打破了。2020年年初，一个陌生男人突然出现在女孩打工的咖啡馆里，他向这个小服务员讲述了一个故事。他叫伊万，20年前，他在沃罗涅日认识了一个外地女孩，叫玛利亚。两个人只约会了几个月，玛利亚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离开了这座城市，返回了故乡罗索什。因为当时两个人年纪都很小，也没有再找过对方，更没有再联系过。几年以后，伊万与其他的女孩结婚成家，也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他的事业非常顺利，成为了一名亿万富翁，渐渐的忘记了玛利亚。可突然有一天，伊万得知玛利亚已经去世了，他终身没有结婚，但是却留下了一个女儿。经过他的调查，这个女孩竟然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叫阿纳斯塔西亚·科尔根，就是眼前的这个小服务员。她与母亲玛利亚长得很像，伊万一眼就认出了她。父女相认以后，伊万决定要补偿这个女儿，但是自己已经结婚了，不能带走阿纳斯塔西亚，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补偿。他开始给女儿的卡里打钱，每一笔都有10到20万卢布，而且每个月都会打。很快，阿纳斯塔西亚的账户里就有了几百万卢布。伊万还承诺未来会在经济上支持自己的女儿。阿纳斯塔西亚从未见过这么多钱，按照常理来说，她应该把钱花在所有的事情上，换新的手机、新的电脑、新的衣服，再也不需要去咖啡馆打工了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阿纳斯塔西亚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改变。她没有给自己买任何新的东西，她依然在大学里勤奋的学习，晚上依然去咖啡馆做服务生。没有一个人能猜到，身边有一个隐形的富婆。阿纳斯塔西亚小心地隐藏了这个秘密，她只分享给了自己的男友安德烈。她说，他们可以在沃罗涅日买一套属于自己的公寓，然后结婚，开始新的生活。但可惜的是，安德烈却没有女友这样谨慎。安德烈有个同名的朋友叫安德烈·谢因，他们从小在孤儿院里一起长大，所以像亲兄弟一样。不过谢因的品行却没有安德烈那样温和，他曾经被领养过，但是因为品行不端又被弃养了。安德烈与谢因一起喝酒的时候提起了女友的富豪爸爸，还把钱的事儿泄露给了谢因。谢因决定要利用这个情报。在一次孤儿院的朋友聚会上，谢因坐在阿纳斯塔西亚的附近，无意中讲起了一个凄惨的故事。他欠了坏人一大笔钱，如果还不上，那么他就会有大麻烦。
他希望安纳斯塔西亚能够借一笔钱帮他渡过难关。因为安纳斯塔西亚的男友常常与谢因在一起，所以他认为谢因是可以信任的朋友，于是将28万卢布转给了谢因。谢因也承诺到了明年会用分期的方法把钱还给他。借钱之后，谢因不但没有感谢阿纳斯塔西亚，反而认为他是一个小气的人。28万卢布对于他的账户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于是谢因又想到了其他的办法。2021年4月份，他去找安德烈的时候，顺便偷走了他女友阿纳斯塔西亚的银行卡，然后绑定到自己的手机应用上。他利用小额免密的漏洞，几天内就花掉了5.5万卢布。但是这个情况很快就被阿纳斯塔西亚察觉到了，他立刻向警方报警。警察以盗窃和欺诈罪抓捕了安德烈·谢因。经过司法程序，他被判处了2年的缓刑。俄罗斯的缓刑是监外执行的一种形式，一般情况下，法庭会给他一个6个月到3年的观察期。这期间里，如果他没有犯错，那么就视为完成了刑期，不需要再去监狱了。所以谢因并没有被真正的关起来。这件事让谢因对阿纳斯塔西亚怀有强烈的怨恨。在他看来，阿纳斯塔西亚像一个孤儿院的叛徒，背叛了自己的朋友，他已经不再属于这个圈子了。谢因想要报复阿纳斯塔西亚，但是他要重新得到女孩的信任。于是他又一次找到了安德烈，通过他向阿纳斯塔西亚表达了悔恨，希望女孩能原谅他。安德烈是一个没有心机的男孩，他不但原谅了自己的朋友，还在女孩的面前帮他说了好话。毕竟谢因与他们一起长大，没有家人帮助他们，只有阿纳斯塔西亚自己找到了父亲。正在这对年轻人试着去原谅这件事的时候，谢因找到了其他的朋友，23岁的弗拉基米尔·康季巴耶夫和26岁的德米特里·康德拉托夫。他把阿纳斯塔西亚有钱这件事透露给了他们，3个人一起讨论如何能拿到钱。虽然有很多不同的选择，但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夺走女孩的生命，拿走她的银行卡。而且他们还认为，只要没有尸体就没有线索，所以如果他们能将谋杀案伪装成一个失踪案，那么案件就会被搁置和拖延，最后不了了之。他们还知道一个废弃的农场，在城外很偏僻的地方，特别适合隐藏尸体。他们制定了一个让阿纳斯塔西亚失踪的计划。为了重新得到阿纳斯塔西亚的信任，谢因开始积极地关注她。他送了花和礼物，还在女孩的面前装可怜。谢因说自己的生活总是磕磕绊绊，所以在经济上才会出现问题，希望可以得到女孩的原谅。但是谢因没有想到的是，得到阿纳斯塔西亚的原谅比他想象的要简单得多。她原本就像她妈妈一样，是一个善良的女孩。她不但原谅了谢因，还在法庭上表示不要求任何索赔。单纯的阿纳斯塔西亚没有想到的是，谢因这样做不是为了恢复关系，而是为了他的钱。2021年9月7日，谢因在郊外组织了一次烧烤聚会，他约上了阿纳斯塔西亚。碰巧这天，阿纳斯塔西亚与男友安德烈发生了矛盾，他从安德烈的住所搬到了学校宿舍里住。宿舍位于鲍里索格列布斯克，这里是沃伦涅日国立大学的一处分校区。谢因没有通知安德烈，他接上了阿纳斯塔西亚，前往20公里以外的奥泽尔诺耶村。这个村子位于公路的一侧，只有几户人家住在这里。距他1公里以外的地方有一座废弃的农场，附近被森林包围，平时根本不会有人来这个地方。阿纳斯塔西亚单纯的认为，他没有追究谢因偷他银行卡的事，而且在法庭上还原谅了他，帮助谢因减轻了处罚，自己又借给他一大笔钱，所以谢因应该是非常感激自己的。他也看到了谢因正在积极的弥补友谊上的裂痕。阿纳斯塔西亚确认自己的确是去参加一场烧烤聚会。他们在奥泽尔顿耶村下了车，然后谢因带他去了1公里以外的农场。女孩没有怀疑，她去了，然后再也没有回来。第二天9月8日上午，学校发现阿纳斯塔西亚没有来上课，于是马上展开了搜索，并向警方报警。执法人员第一时间怀疑了她的男友安德烈·波波夫，当天就把他逮捕了。但是通过调查发现，他的确与女友的失踪没有任何关系。随后警方又发现了女孩的银行卡，通过手机向陌生人转账了7000卢布。
在警方的要求下，银行冻结了女孩名下所有的银行卡，所以7000卢布就是凶手得到的全部赃款。很快就有目击者向警方提供了线索，当天看到了安德烈谢因与女孩在一起。随后警方抓捕了安德烈谢因，他表现得非常冷静，从外表看来，他与女孩的失踪似乎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阿纳斯塔西亚的父亲伊万也从沃勒涅日赶到了鲍里索格列布斯克，积极地推动整个搜索行动。仅仅在5天之后，9月12日，人们就在城外发现了阿纳斯塔西亚的遗体，身上有30多处刀伤，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。紧接着，另外2名凶手也被抓捕。原本3个凶手已经约好了，关于案情什么都不说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弗拉基米尔·孔季巴耶夫坦白了一切，并把所有的罪行都推给了其他2人。在得知这个情况之后，谢因与康德拉托夫也对罪行供认不讳，但是他们又将主要的罪行推还给了弗拉基米尔。最终审判在2023年结束，3人都被判处了19年监禁，并被送往了最高戒备的监狱服刑。只可惜，阿纳斯塔西亚这个女孩，她虽然找到了爸爸，却早早地结束了幸福的人生。这里是罗斯调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